你走错房间了吧？我是你的礼物，女朋友已经付钱了，不要吗？那有人在请这个的。假如有这样的礼物，你晚上几点回家？延边，江湖末路，人心归处，山中森林笙歌的宿命悲歌。2023年，江宁执导的《山中森林》横空出世，没有华丽的特效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却用最质朴的镜头、最真实的人性刻画，勾勒出一段台湾黑道的落幕史诗。这部电影跳出了传统古惑仔片打打杀杀的套路，将焦点放在了回归与宿命上，而串联起整个故事，承载着所有江湖重量的口，正是由李康生饰演的核心角色笙歌。笙歌这个名字在台北中山区的黑道史上曾是一个响当当的符号。12年前，他是叱咤风云的大哥，讲义气，够狠劲，手里握着2把贝瑞塔，就能在赌场里闯出血路，只为救出被人扣押的好兄弟沙鸥。那时的他眼里有光，心中有义，以为江湖就是兄弟并肩，以为义气能抵得过一切风浪。可他终究没料到，那一次冲动的营救，那一声失控的枪响，不仅让他锒铛入狱，更让他错过了12年的时光，错过了整个江湖的变迁，也错过了自己本该拥有的人生。电影的开篇没有激烈的打斗，没有热血的宣言，只有一个孤独的身影站在监狱门口，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世界。12年的牢狱生涯，将那个意气风发的黑道大哥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、眼神浑浊的中年人。眼前出现一排豪车，一群西装革履的小弟站成一排，他还以为是昔日小弟派人迎接自己，问过后才知道是个误会。沙鸥叫你们来的？因为沙鸥，我婚叫诶。就在万分尴尬之际，胖虎的出现是笙歌出狱后第一个温暖的慰藉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笙歌当年的江湖威望。作为笙歌的小迷弟，胖虎得知偶像无人接应，当即安排豪车将笙歌送到台北市区。笙哥上车啊！小嫂，来帮我开车。还贴心地为他订了星级酒店，甚至送了一个名叫小静的女人作为礼物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礼物，笙歌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张扬，只是有些局促地问：“你走错房间了吧？”当小静说明来意，他没有拒绝，也没有过分热情，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来自晚辈的心意。这场看似荒唐的相遇，却成了笙歌与这个陌生世界连接的纽带。在酒店的天台上，笙歌第一次向陌生人谈起了自己的过去，谈起了12年前那场改变他一生的赌场枪战。他的语气平淡，没有炫耀，没有悔恨，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可眼底深处的落寞却藏不住他对过往的复杂心绪。而小静的天真与好奇，也让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多了一丝难得的松弛。小静说感觉开枪很刺激，我都没有开过。笙歌只是淡淡的回应，有机会吧，语气里没有当年的豪情，只有历经世事的淡然。出狱后的笙歌最想做的事情不是重出江湖，不是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而是找到曾经的兄弟沙鸥，找回父亲留下的那辆香肠车。在他的心里，沙鸥是他用12年牢狱时光换来的兄弟，是他江湖岁月里最珍贵的牵挂。而父亲的香肠车是他对平凡生活的向往，是他逃离江湖纷争的精神寄托。于是他买了一部2手手机，联系上了昔日的小弟陈浩和13，渴望从他们口中得到沙鸥的消息，得到香肠车的下落。与陈浩13的重逢，既有兄弟相见的欢喜，也有物是人非的尴尬。曾经跟在他身后的小老弟，如今已经在道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，说话做事也多了几分江湖气。可他们对笙歌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敬畏，一句大哥，好久不见，想死你了，瞬间拉回了曾经的兄弟情谊。可当笙歌询问沙鸥的下落时，陈浩的犹豫和躲闪却让他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原来在他入狱的12年里，沙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弟，而是成了台北调通林森北的一方之霸，手下小弟众多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而沙鸥的手机之所以停机，是因为他卷入了一场帮派纷争，手下人打伤了新兴帮派头目猴子的靠山，猴子扬言要报复，沙鸥只能暂时隐匿行踪。笙歌没有抱怨，也没有不满，他理解沙鸥的身不由己，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江湖里不进则退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12年的时光不仅改变了沙鸥的身份和地位，也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。当晚沙鸥终于现身，与笙歌相见时，没有久别重逢的热泪盈眶，只有一场精心安排的接风宴，只有一群莺莺燕燕的陪伴。沙鸥坐在沙发上，姿态傲慢，言语间满是炫耀，仿佛早已忘记了当年笙歌为他付出的一切。更让笙歌意外的是，在沙鸥安排的接风宴上，他再次遇到了小静。原来小静是沙鸥手下公司的人，因为父亲重病，欠了公司100万的债务，只能被迫下海，靠着陪酒陪玩偿还债务。沙鸥见笙歌对小静有几分不一样的态度，便大方地将小静让给了笙歌，语气里的随意
仿佛小静只是一件可以随意赠送的物品。可生哥没有将小静当作玩物，他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生活的无奈，看到了曾经那个身不由己的自己。小静的困境触动了生哥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当小静哭着恳求生哥让他向沙鸥求情，免去自己的债务时，重情重义的生哥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答应了下来。在他看来，这只是沙鸥一句话的事情，可他没想到自己的请求却被沙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沙鸥告诉生哥，让这些女人欠钱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公司上班，不能破坏了道上的规矩，还劝生哥刚出来就好好享受一下，别去管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这一刻，生哥才真正看清，眼前的沙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与他并肩作战、重情重义的兄弟，他变得自私冷漠，眼里只有利益，只有自己的地位。曾经的兄弟情谊，在他看来早已不值一提。生哥没有争辩，也没有愤怒，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。他知道12年的时光早已将他们之间的情谊冲刷得一干二净。从这一刻起，生哥心中的江湖梦开始一点点破碎。麻烦并没有因为生哥的退让而停止，就因为陈浩与陌生人发生口角，无意间得罪了猴子的人被裘家盯上。在一次沙鸥带他外出玩乐的路上，他们遭到了纹身男的伏击。2枪过后，场面一片混乱。陈浩为了保护生哥，手臂被划伤。陈浩的女友见状，当场怒斥生哥：“有这种大哥躲在小弟后面，你才帅没几个，陈浩就受伤，你帅什么大哥？”面对这样的指责，生哥没有反驳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对不起。这一刻，他的卑微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曾经的他是让小弟们引以为傲的大哥，是能为兄弟遮风挡雨的靠山，可如今他却成了需要小弟保护的人，成了别人口中不合格的大哥。这种落差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在生哥的心上。沙鸥得知伏击事件后，认定是猴子所为，怒火中烧，当即派遣心腹阿正集结上百号小弟前往西门町找猴子算账。可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复最终却以失败告终。猴子提前逃脱，阿正因为开枪伤人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。这场闹剧不仅让沙鸥损失惨重，也让生哥更加坚定了退出江湖的决心。他早已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、尔虞我诈的生活，他只想找回父亲的香肠车，安安静静地过平凡的日子。沙鸥似乎察觉到了生哥的心思，他主动找到了生哥，不仅将小静的100万欠条交给了他，免去了小静的债务，还提出要给生哥2000万，让他投资做生意。沙鸥说：“兄弟，我欠你的我都记得。”可生哥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在他看来，这2000万不是补偿，而是沙鸥用来偿还当年恩情的施舍，是对他们兄弟情谊的亵渎。他也看出，自从他的归来，陈浩和13已经脱离了沙鸥的掌控，这2000万也是为了重新将他们捆绑在一起。他对沙鸥说：“现在公司又不是我在扛，我管不了。”两人在海边的对话充满了尴尬与疏离，曾经无话不谈的兄弟，如今却只剩下沉默与隔阂。沙鸥想用钱来弥补当年的亏欠，却不知道生哥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钱，而是当年的兄弟情谊，是一份纯粹的牵挂与信任。这场谈话最终不欢而散，也彻底斩断了生哥与沙鸥之间最后的羁绊。就在生哥以为自己可以彻底摆脱江湖，开始新生活的时候，他的前女友淑珍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。如今的淑珍已经是有夫之妇，而她的丈夫正是沙鸥背后的金主肖董。淑珍告诉生哥，当年如果不是他为了沙鸥入狱，如今的沙鸥不过是他的2把手，他也不会错过那么多。为了帮生哥找回失去的一切，淑珍将肖董介绍给了生哥，让他帮忙解决掉猴子，也就是那个打伤肖董儿子、给沙鸥带来麻烦的新兴帮派头目。生哥再一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一边是淑珍的劝说，一边是自己退出江湖的决心，一边是当年的恩怨，一边是对平静生活的向往。最终生哥还是选择了妥协，但他没有亲自下手，而是将这件事交给了小弟13去处理。他不想再沾染上鲜血，不想再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江湖，他只想尽快了结这一切，回归平凡。可命运似乎总是在和生哥开玩笑，他越是想逃离，就越是被卷入更深的纷争之中。沙鸥因为帮派斗争被竞争对手买凶枪杀，死在了街头。这个曾经让他付出一切，如今却渐行渐远的兄弟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江湖的宿命。当生哥得知沙鸥的死讯时，没有嚎啕大哭，也没有愤怒咆哮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眼神空洞。他知道沙鸥的死不仅是一个兄弟的离去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，是他心中那段江湖岁月的彻底终结。为了给沙鸥报仇，为了了结这段恩怨，生哥不得不重新带领着陈浩、13等小弟与猴子的帮派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枪战爆发的那一刻，生哥仿佛又回到了12年前那个手握贝瑞塔无所畏惧的大哥，可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豪情，只有疲惫与决绝。他知道这场战斗结束后，无论输赢，他都再也回不去了。最终生哥成功为沙鸥报了仇，猴子的帮派被彻底瓦解，可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。
反而只剩下无尽的空虚。这场复仇没有带来解脱，只有更深的疲惫与迷茫。他赢了江湖，却输了自己；报了仇，却失去了所有的牵挂。电影的结尾，生哥终于找到了父亲留下的那辆香肠车，他褪去了江湖大哥的光环，穿上了朴素的衣服，在街头摆起了小摊，卖起了香肠。曾经叱咤风云的黑道大哥，如今成了一个平凡的小贩，每天守着一辆香肠车迎来送往，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。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江湖的宿命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被他赎身的小静正是找到了一份正经工作。那你现在做什么？在前面的酒店上班。你不是要忘掉一切？我在前面的金华酒店当专柜小姐，所以你现在在卖香肠？对啊，这摊子在这几十年了，我不想让这好味道在条中消失。蛮好的啊。我还有兼差。你还兼差？建设中山，开发林森，做什么啦？建筑的啦。哇，你果然是大哥哎，做建筑。生哥骑上香肠车，要履行刚认识时的诺言，这也是生哥放弃大哥光环后最快乐的时刻。可命运的捉弄从来都不会停止。就在生哥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时，当年跳海逃生的杀手突然出现在了街头，对着生哥开了一枪，子弹穿过他的身体，鲜血染红了他朴素的衣服。眼看给了自己希望的男人倒下，小静万念俱灰，而生哥的眼神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丝释然。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江湖的宿命，没能等到真正的平静。生哥的一生是一场悲剧，也是一段传奇。他曾是江湖的王者，用义气书写着自己的青春；他曾是牢狱的囚徒，用12年的时光偿还着自己的冲动；他曾是迷茫的归人，用余生的时光追寻着平凡的生活。他重情重义，却被兄弟辜负；他渴望平静，却被宿命纠缠；他努力逃离，却终究逃不过江湖的恩怨情仇。江宁用细腻的镜头将生哥这个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李康生的表演没有夸张的表情，没有激烈的台词，却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将生哥的沧桑、无奈、坚韧与释然展现得入木三分。他的沉默是历经世事的淡然，他的坚守是对义气的执着，他的悲剧是江湖的宿命，也是人性的无奈。山中森林这部电影从来都不是一部简单的黑道片，它透过生哥的一生讲述的是江湖的落寞，是人性的复杂，是对平凡生活的向往，是对宿命的无奈。生哥就像一片生长在山中的森林，曾经枝繁叶茂，意气风发，历经风雨洗礼后变得枯萎凋零，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心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江湖再风光，终究抵不过平凡的温暖；义气再珍贵，也终究逃不过人性的贪婪；命运再无常，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初心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